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Ivan，这是 Minecraft 模组生存 ATM9 To the Sky 的系列。那上集呢，我们已经养出了这个 Draconic Bee，那它可以生产这个 Draconic Dust。那这一集呢，我们要让这些蜜蜂有最高的产量。对，那每一只蜜蜂它都有自己的基因，会影响产量的是中间这三个。第一个是 productivity， 像这只是 high， 那它就会影响它产出产物的这个频率。对，那我们要想办法让它变成 very high， 它就有最高的频率可以产生。对，那第二个是 weather tolerance， 那它就会影响这只蜜蜂在雨天啊或者是其他天气工不工作。对，那这只是 none， 就代表它下雨天就会去休息。那我们要想办法让蜜蜂能够适应各种天气。那最后一个是 behavior， 它会影响的是这只蜜蜂是白天工作还是晚上工作。那像这只是 diurnal 的，就是日行性的蜜蜂，就它晚上就会休息。那我们要想办法让它变成白天工作晚上也工作的蜜蜂。那没有一种蜜蜂它天生就有所有最好的基因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到处找蜜蜂，然后萃取它身上好的基因，最后把它融合在一起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找的是这一个，对，我们先找到 productivity。那有一种蜜蜂它叫做 kamikaze bees， 它天生就会有 very high 的 productivity， 所以我们可以来萃取它这个基因。要获得足够的基因样本呢，我们需要5只这种蜜蜂。那这种蜜蜂获得的方式是你戴上这个 bee nest helmet， 对，那你戴上之后被攻击的时候会有30%几率会产生这种蜜蜂。对，那这种蜜蜂还挺小只的，所以我等一下会用这个 catcher 来帮我们抓蜜蜂。这个对，就是你放 catcher 之后，它就会自己抓附近的蜜蜂，你就不用拿这个 cage 自己去抓。那刚好我旁边这边生了流浪商人。那我记得攻击这个流浪商人旁边这个草泥马好像会对你吐口水，那我们应该可以用这个来生成我们的蜜蜂。那我们先把这些头盔先戴起来，这个 nest helmet 先把它戴在头上，然后放上我们的 catcher。然后 catcher 的话，还有这个 range upgrade， 它就可以抓到更广的蜜蜂。我们放2个应该就够了。那我们需要5只。好，那现在就让它攻击看看。有，我们找到1只了。那我们等到5只。好，我们现在抓到5只蜜蜂了。那这5只都有这个 very high 的 productivity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萃取它的基因，先把这个完成。好，那萃取它的基因就比较残忍一点的，我们必须要把这些蜜蜂榨成汁。那我们需要这个 butler， 需要这个 butler， 然后还有一个活塞。好，那我们把 butler 放在这边，然后活塞这样朝下着放，然后旁边放个按钮。好，然后这个它需要瓶子，我底下有放这个 exporter， 它会自动导入我们的瓶子。我们把这个任务完成，瓶子也放进来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来榨蜜蜂了。我们榨蜜蜂就这样，先把它放到中间，按下这个活塞，就会变成这个汁。好，那我们把这5只蜜蜂都榨一榨吧。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些 bee material 分离成基因。那分离的方法就是把它放到我们的离心机里面。离心机 ，OK， 然后我们放速度升级。我们把离心机放在这边。这边有电线接上来。好，我们放升级，然后把 bee material 放进去。那这样就会变成各种不同的 sample。那我们要的就是这个 productivity 的这个。那它现在是33%，我们必须要到100%才可以用。那我们要混合它呢，我们必须要另外一个机器叫做这个 indexer。我们把它拿出来 ，indexer 放在旁边，然后我们用一个 pipe 把它导过去，这边输出。哦，这样就进来了。那混合的话，它需要给一个红丝讯号，所以这边放一个拉杆，好，让它混合。然后我们接着把所有的这个 material 都放进去。
好，这样我们应该就会有一个 very high 的这个 very high productivity 的，然后是100%，这个就是我们要的了。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获取下一个基因，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 indexer， 然后这个 sample 也拿到了。那下一个呢，我们要来做这个 weather tolerance 的基因。我们可以从 water bee 上获取可以容忍任何气候的基因。那这种蜜蜂它是在你钓鱼的时候有几率产生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去钓鱼。因为这个蜜蜂跟刚刚那个不太一样，它可以繁殖，所以我们只需要2只这种蜜蜂就好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旁边钓鱼吧。这里拿出我们的钓竿。我们有第1只 water bee 了。钓了一阵子鱼之后呢，我们现在有2只 water bee 了。那这2只 water bee 的 weather tolerance 都是 any， 它们可以容忍任何的天气。那接下来我们只要用这个 breeding chamber 来繁殖2只，我们就可以获得足够的基因样本了。当然，在繁殖它之前呢，我想要来收集第3个基因 behavior。那这2只目前都是 diurnal， 都是日行性的蜜蜂。那你想要让它变成夜行性，甚至说日夜都工作的话，你可以看这个人物。还有跟你说，你可以用这个缰绳来拴住蜜蜂。那一般的日行性蜜蜂，它在晚上的时候会躲回去休息。但如果你把它拴在外面，它回不了巢里的话，过一个晚上它就会变成 nocturnal 夜行性。对，那 nocturnal 的蜜蜂，你再把它拴在外面，那过一个白天之后，它一样回不去，它就会变成 metaternal， 就是变成一个日夜都工作的蜜蜂。那这就是我们要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用这个拴绳把那2只 water bee 先拴起来。我们把栅栏放在这边，然后把 water bee 放出来。water bee 放出来，拴住它，拴在这边，然后另外1只拴在这边。好，那现在刚好在日落，那我们就等1个晚上，看它会不会变成夜行性的蜜蜂。我经过1个晚上之后，其中1只已经变成 nocturnal 了，那另外1只还是 diurnal。那我们再放一阵子，看会不会2只都变成 metaternal。经过好几个晚上之后呢，我们终于获得这只 metaternal 的蜜蜂了。那另外1只还卡在 diurnal， 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那没关系，我们就用这一对来生生看看能不能去继承这个 metaternal 的 behavior。好，那我们先把这2只都抓起来。OK， 然后我们放上我们的 breeding chamber。放在这个位置。那这台机器是需要电的，我们把电从下面导上来，放上线，然后 exporter， 我们设定一下 exporter， 输出 F1， 好，这样应该电就会进来了，这个鼓起来。接着放上刚刚的 water bee， 只有2只，然后放上它需要的花，但是所有花都可以就放上去，这样该就会开始繁衍了。那我们可以放上我们的 upgrade， 这样该会快一点。然后这边需要放 cage， 我们成功繁衍出第1只 water bee 了。那还有成功继承我们的 weather tolerance 跟 behavior。那接着，因为这只是小只的蜜蜂，我们必须要成熟的才能提取基因。那我们可以把它放到 incubator 里面，然后给它 honey treat， 这样子它就可以变成成熟的蜜蜂。那我们就可以来提取基因 sample。我们现在已经繁衍出一些成熟的 water bee 了，那这些我们就可以拿来提取基因。这边，好，这些应该就够了。然后我们把这些放到离心机，这样子我们就获得我们要的基因啦，是这个 metaternal。我们拿1个，然后还有这个 weather tolerance 是 any 的，所以要拿这个100%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修改蜜蜂的基因，那就是拿一个 honey tree， 然后把你要的基因放上去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 honey tree 是有3个基因修改的。我们来把基因套用到我们的龙蜂上，把它抓起来。
在这边，就是我们把它放出来，然后给它吃这个。现在它的基因就修改了，就把它抓起来。好，那这样子我们应该一只就够了，然后我们可以用这只来繁衍，把它放在左边，然后我们再去找一只正常的龙凤。然后让这两只繁衍。我们这已经放好 Draconic Duster， 就等它繁衍，看这个基因有没有成功的套用到新的蜜蜂。看起来是没问题，我们成功获得了这个成年的龙蜂，然后这些基因都是我们要的。我这边做了一个简单的自动化，就是孵化，然后成长，然后送到这个箱子里，然后这样我们应该就会有源源不绝的这个龙蜂，然后基因都是我们要的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我们那个蜂箱里面的龙蜂都换成这种的。我把所有的龙蜂都换成这种基因修改过后的了。然后我还多盖了2个蜂箱，所以现在我们有15只龙蜂24小时帮我们工作，所以我们那个 Draconic Dust 应该是不缺了。那我们可以来完成我们的任务啦。做这个就用这个 Draconic Chunk， 就是用 Dust 合出来的，然后加一个蛋，就可以变成这个 Inactive Dragon Age。我们做一个，这个就是我们 ATS Star 的任务了，所以我们就这样完成了蜜蜂模组的任务。那我们 Productive Bees 这个模组大概就先玩到这边啦。之后如果需要什么材料的话，我再回来玩它。那今天这集的内容也差不多到这里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拜拜。